别这样，别这样。女孩为了留住男人，竟主动送上了门。可第二天一早，男人还是决定离开，因为他的身上背负着一个大秘密。15年前，原本要被名校保送的宋浩，竟然被顶替了。得知这一消息，宋浩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，看到客厅里安静的父母，他不敢多说一句话。可父亲却说，既然被保送了，就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。宋浩直接向父亲坦白，保送名额被顶替了。父亲立即火冒三丈，他直接打电话到学校，质问是谁顶替了儿子。张长，我监委宋建飞，宋浩他爸。可打完电话，父亲也沉默了，因为被保送的人是副市长的儿子李唐，他也是宋浩的好友。父亲冒雨来到市长的单位，却被告知市长还在家里，父亲只能去家里找人。可他不知道，儿子宋浩也准备找李唐说理，可他记不清李唐究竟住在哪栋别墅，只能凭着记忆走进了其中一家。可当他发现里面的婴儿，就知道自己走错了。他刚想退出去，却撞上醉酒的男主人，对方把他当成小偷，说什么也要把他送到警局。就在两人拉扯间，宋浩无意中摸起地上的刀，刺进男人的身体。10几岁的少年慌不择路，选择了逃跑。就在这时，父亲刚好找到这里，他缓缓走进别墅，看着地上濒死的男人，他本打算报警，可一想到自己的前途、儿子的未来，他竟果断上前补刀。然而父子俩却不知道，这一切都被对面的李唐看在眼里。当父亲回到家里，上去就狠狠踹了宋浩一脚，母亲急忙阻拦，但宋浩自己知道他做错了事，就该接受惩罚。父亲本想继续施暴，但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了一切，父子俩顿时惊慌不已，还以为是警察找到了他们。可当他接起电话，却发现是副市长打来的，邀请他们去参加儿子的保送宴。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如坐针毡，但为了稳住宋建飞，李市长破格提拔了他，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。就在父子俩回家的路上，刚好碰到警察，两人心虚不已。好在那桩命案中，警察并没有找到什么线索。然而父子俩却睡不着了，因为愧疚害怕，宋浩背起行囊，独自离开了家。而一夜未眠的父亲就站在楼上，悄悄地看着他。第二天一早，母亲发现儿子离家出走，想要出门寻找，却被父亲一把拦住。你儿子杀人了，他要不走，会坐牢的。就这样，本是成绩优异的高中生，却成了背井离乡的打工人。多少个夜晚，他都想打个电话回家，报个平安，但最终他还是放下了。直到15年后，宋浩接到一个电话，母亲去世了。他不顾一切回到家里，然而在半路上却遇到一直暗恋他的女同学潘小霜。宋浩，真是你啊！我的天哪，我都快认不出你了。当他来到母亲的葬礼，父亲眼里却满是惊恐，因为他并没有通知儿子回来。然而10几年过去，早就物是人非，父亲早就和母亲离了婚，并重新组建了家庭。跟父亲简单的告别后，宋浩就回到老房子过夜。又是一个不眠夜，他记起那个因为自己痛失父亲的婴儿万晓宁。如今他已经长得亭亭玉立，只是在叛逆的年纪，打扮得格外成熟。直到今天，他还住在那栋别墅里，成了那儿的钉子户。而宋浩的关心也被万晓宁当成变态。他来到宋浩的车里，拿刀逼他交出所有的钱。你要钱干什么？打胎。哎，我陪你。你谁呀？管着吗？就在宋浩离开的时候，他遇到了当年的好朋友李唐。因为市长父亲的关系，他干起了房地产，而自己的父亲宋建飞也没少出力。现在小宁的家就是李唐开发房地产最大的阻碍。宋浩知道后，立马帮万晓宁说话，李唐却忍不住大笑起来。宋浩知道自己无力阻拦，只能选择离开。然而到了收费站，他再次遇到潘小霜，两人寒暄几句，宋浩就离开了。宋浩的挡风玻璃被砸碎，按照规定，他必须修好之后才能上路，而修车还需要3、4天。潘小霜趁机请他吃饭道歉，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，但宋浩却格外冷漠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着。得知他是单身，潘小霜更加主动，直言要做他的女朋友，但宋浩还是一口回绝。此时天空下起大雨，两人只能开着没有玻璃的车子回家。潘小霜一直投怀送抱，但宋浩就是不为所动。面对他的再三邀请，宋浩还是坚决拒绝。潘小霜只好识趣的离开。
到了第二天，宋浩就收到消息，是万晓宁发来的，他是来还钱的。这一次他没有浓妆艳抹，而是像个正常的学生。两人一起玩得很开心，宋浩一如既往的关心，也让万晓宁惊讶不已。不知不觉中，他把这份关心当成了爱。万晓宁失落的离开，但他不知道，宋浩之所以关心他，完全是出于愧疚。当他回到家里，却发现潘小双找了过来，他二话不说，直接坐到宋浩腿上。他早就想接受这份感情，可想到自己背负的人命、失去的亲情，宋浩根本不敢奢望。两人度过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潘小双就给宋浩做好早饭，并告诉他车子已经修好，因为他知道宋浩肯定要走。随后潘小双独自出门上班，而宋浩跟母亲告别后，再次开车来到了收费站。这一次潘小双没有挽留，祝你一路平安。你保重。宋浩离开的一瞬间，潘小双的眼泪也掉了下来。可他没有想到，宋浩竟然回来了。咱俩结婚。行。就这样，两人简单结了婚，还有了孩子。眼看孩子马上就要出生，父亲也赶了过来，他做了满满一桌饭菜，一边关心他们，一边提醒儿子要学会扛事。一家人其乐融融。等到送走父亲，宋浩却接到李唐打来的电话。此刻他正在楼下等着。当宋浩走下楼，李唐谎称手机没电，拿走他的手机，随后就发了一条信息，还说等信息回了就还给他。随后李唐开着宋浩的车带他来到了外面。一路上，李唐开始对当年顶替保送的事情道歉，但说着说着就提起了宋浩杀人的那件事。原来他一直都知道，只是从未对任何人提起。表面上他在夸赞自己多仗义，但实际上却是在威胁宋浩。就在宋浩惊恐的同时，李唐突然猛踩油门冲到了一边。就在这时，李唐的司机赶到，他不顾地上的尸体，直接回到了车上。兄弟，处理一下。宋浩看着眼前的尸体，整个人都开始扭曲。他再熟悉不过，那个人正是万晓宁。宋浩无助地哭出声，他看向周围，又看看手机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冒着大雨，他把万晓宁的尸体埋进了土里，然后把车子开进修车厂，冲洗掉上面的全部血迹。可洗得掉上面的污点，却洗不掉内心的痛苦。从一开始，他就掉进别人的圈套。通知他母亲去世的电话正是李唐打来的，所以不知情的父亲当时才会那样的震惊。正是知道他杀了万晓宁的父亲，李唐才故意借他的手除掉万晓宁，这样自己的房产大业才能顺利进行。而这个时候，妻子即将生产，孩子就要出生，李唐断定宋浩这个时候不可能去报警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孩子终于出生，宋浩却满怀心事，时常望着远方出神。就在这天，他终于知道了真相。15年前你进入万有良家，被李唐看见了，你小子没死，后来我又进去补了一刀。原来父亲一步步走来，看似是他们的提拔，实际是为他们自己开路。现在自己一家人的性命，还有父亲一家人的未来，全部掌握在李氏父子手上。得知所有的来龙去脉，宋浩终于撑不住了。他骑着摩托车，脑海里满是因为自己而失去性命的万家妇女。此时的他万念俱灰，直直地冲进了海鲜市场。就在这时，父亲带人赶来，宋浩劝父亲一起自首，可父亲却一脸嫌弃。他抛弃亲人，出卖了灵魂，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。他已经扛了15年，怎么可能功亏一篑？你今天想起来自首了，你捅万有良的时候干什么去了？你现在结婚生孩子，你想起来自首了，你太自私了，你知道吗？宋浩听着父亲的话，满脸绝望。他越来越觉得自己该死。父亲转身就要走，还丢下一把刀。他说宋浩如果非要报警，就先把自己杀了。没想到的是，宋浩真的拿起刀，接着狠狠插进自己的胸膛。父亲被吓坏了，他急忙上前搀扶儿子，宋浩却趁机拔刀插进父亲的胸膛。等到警察赶来，只看到双双殒命的父子俩，他们再也不会成为别人的棋子，再也不会任人摆布，他们终于解脱了。只是可怜了那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。